誰能想到，與房主朝夕相伴9年的地下室鐵桶裡，竟藏着一具懷孕9月的女屍。這樁橫跨30年的凶案，一曝光便震驚全美。1999年9月2日，美國紐約長島拿騷縣的房主科恩正忙着搬家。他在這棟房子裡住了9年。當天幾名工人幫他搬運家具時，地下室一個鏽跡斑斑的鐵桶成了阻礙。這只鐵桶沉重異常，工人們費盡9牛2虎之力，借助工具才將其搬上地面。科恩這才想起，9年前他搬進來時，這只鐵桶就已經躺在地下室。因重量驚人，且擔心桶內裝有化學物品，他從未敢挪動。這一放便是9年。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下，科恩找來撬棍，撬開了鐵桶的縫隙，一股惡臭瞬間噴湧而出。他強忍不適，徹底撬開桶蓋。眼前的一幕讓他魂飛魄散。桶內不僅有黑色不明物質，一雙紅色女鞋和一只向上浮起的手臂赫然在目。鐵桶裡竟藏着一具屍體。驚恐的科恩癱倒在地，緩過神後立刻報警。拿騷縣警方接到報案後高度重視，迅速趕往現場拉起警戒線。考慮到鐵桶散發的惡臭可能引發居民恐慌，警方將其連夜運往實驗室。經測量，鐵桶容積約208升，重達320斤，內部裝有大量不明液體。為避免破壞線索，工作人員耗時3小時才小心翼翼地将桶內物品清理完畢。法醫对桶內屍體進行檢驗，確認這是一具女性乾屍，衣物款式陳舊，疑似幾十年前的流行樣式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死者遇害時懷有身孕，腹中胎兒已9個月大，其致死原因是後腦遭受鈍器重擊。此外，桶內還發現大量綠色液體，經檢測為染料，同時堆積着不少黑白色顆粒。在鐵桶底部，警方發現了一個手提包，裡面裝有梳子、化妝品、睫毛膏、一本通訊錄以及2枚金戒指，一枚刻有 MH 字樣，另一枚吊墜上刻着致帕特里斯菲爾叔叔。在所有遺物中，通讯錄本是最有可能確認死者身份的關鍵線索，可它在桶內液體中浸泡數十年，早已嚴重腐蝕，柔軟到能被手指輕易戳穿，從中提取有效信息的希望十分渺茫。警方隨後根據死者體型及 DNA 分析，推測其為白人或拉美裔，身高僅150公分。他們對照失蹤人口檔案，卻發現符合條件的失蹤者數以百計，無異於大海撈針。為盡快偵破此案，警方兵分3路展開調查。第一路追查鐵桶的來源，第二路走訪歷任房主，第三路嘗試修復通訊錄並核查名單。調查鐵桶來源的警員有了重大發現，儘管鐵桶鏽跡斑斑，但仍能辨認出模糊的生產編號和生產商名稱。順着這條線索，警方找到生產廠家，得知這批鐵桶生產於1965年，是專門供應給一家染料廠的。警方隨即聯繫該染料廠，廠方表示早在1971年就已停產，這批鐵桶及相關原料全部賣給了一家塑料製品公司，公司老板名叫霍華德·埃爾金斯。與此同時，走訪歷任房主的警員也傳來消息，這棟房子自建成以來共換過5位房主，科恩是第5位。通過科恩層層聯繫，警方找到前3位房主，3人都證實自己搬入時鐵桶就已存在，因過於沉重，無人願意費力挪動。由此推斷，鐵桶極有可能是第1位或第2位房主放置在地下室的。而警方調查後發現，第2位房主竟然就是那家塑料製品公司的老板霍華德·埃爾金斯。鐵桶的来源、桶內的染料竟都指向了霍華德，警方的懷疑瞬間聚焦到他身上。面對警方的詢問，霍華德矢口否認與死者有關，聲稱對此一無所知。但警方並未放棄，他們對桶內綠色染料再次進行精準檢測，結果显示，這種染料與霍華德塑料製品廠當年從化工廠採購的染料完全吻合。另一邊，第3路警員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他們利用现代技術對腐蝕的通讯錄進行修復，成功辨認出部分名字和電話號碼，其中一個標注為凱西的名字和號碼格外清晰。警方抱着試一試的心態撥打了這個號碼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時隔數十年，這個號碼竟然仍在使用。接電話的正是凱西，他聽聞警方來意後悲痛不已，向警方講述了一段塵封30年的往事。30多年前，凱西在一所語言學校擔任英語老師，薩爾瓦多裔女子雷娜是他的學生。1966年，雷娜從薩爾瓦多來到紐約，為盡快適應新生活，她利用空閒時間學習英語。年齡相仿的兩人志趣相投，很快成為無話不談的閨蜜。不久後，雷娜在曼哈頓一家塑料製品廠找到工作，她興奮地請凱西吃飯，暢想着靠自己的努力成為美國公民。沒過多久，凱西發現雷娜懷了孕，言談間也透露出戀愛的甜蜜，但無論凱西如何追問，雷娜始終不肯透露孩子父親的身份。就在凱西以為雷娜即將迎來幸福生活時，一通電話打破了平靜。那天，雷娜在電話裡聲嘶力竭地哭訴，說自己犯了大錯，還稱一切都是謊言。在凱西的追問下，雷娜才崩潰地說，
孩子的父親不僅有妻子，還有孩子，自己被欺騙了。憤怒的雷娜撥通了男人家中的電話，接電話的是男人的妻子。雷娜將自己和男人的關係和盤托出。掛掉雷娜的電話後，凱西越想越怕，擔心雷娜的安危，立刻趕到警局報案。可除了雷娜的名字，凱西再也提供不出任何有價值的線索，警方也無從下手。從那以後，雷娜徹底消失了。凱西曾無數次嘗試聯繫她，卻始終杳無音信。他甚至一度以為雷娜是為了躲避那個男人的報復，隱姓埋名在某個地方開始了新生活。萬萬沒想到，時隔30年，雷娜竟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在自己面前。結合凱西的證詞和此前掌握的證據，警方斷定霍華德就是兇手，決定立即對其實施抓捕。然而，就在警方準備行動時，卻傳來了驚人的消息：霍華德在自家車庫內自殺身亡。鄰居發現他時，他手握着手槍，車內滿是血跡，沒有留下任何遺言。警方隨後提取了霍华德的 DNA 樣本，與雷娜腹中胎兒的 DNA 進行比對，結果顯示匹配度高達 99.93%， 鐵證如山。霍華德正是雷娜腹中胎兒的生父，也是殺害雷娜的兇手。這場持續30年的懸案終於真相大白。雷娜在塑料製品廠工作期間與老闆霍華德相戀，懷孕後才發現對方早已成家。他不甘被欺騙，致電霍華德的妻子揭穿真相。惱羞成怒的霍华德對他痛下殺手，將其屍體藏進鐵桶，灌入染料和化學物質，再將鐵桶藏進地下室，企圖讓罪惡永遠塵封。令人唏噓的是，兇手霍華德以自殺的方式逃避了法律的制裁，而雷娜的母親在薩爾瓦多苦等女兒30年，每天都盼着女兒能回家，卻不知道女兒早已遇害，連腹中的外孫也一同殒命。30年的等待，最終等來的卻是一場天人永隔的悲劇。